在上一集，汉瑞教大家如何制作最简单的小黄瓜三明治。今天汉瑞就帮大家把小黄瓜三明治升级一下，把原本的白吐司换成全麦吐司，借由吐司里面的麦子皮来增加整份三明治的口感和香气，也增加一下营养。最后加上手切的新鲜切达起司，绝对可以让你体验到水早餐店好几条街的小黄瓜三明治。对了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小黄瓜的部分一样，先用盐把小黄瓜的颗粒搓下来，再用水洗干净。关于小黄瓜怎么洗的部分，在上一支影片或是其他亨瑞有用小黄瓜做菜影片都找得到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一样，把小黄瓜刨成片。接着将奶油或是美乃滋涂在吐司上，对，就这么快，我们的三明治就快完成了。不过，如果就在这里盖上吐司就完成的话，那肯定是在糊弄你们啊！现在后面就加入一样偷师学来的秘密武器——切达起司，也是你们常常吃的麦当劳汉堡里的起司。这种起司来自英国的切达村，是最受英国人欢迎，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大、最常见的起司。不管是搭配面包、水果，或是常见的配红酒吃，你都会感受到除了轻微的咸味之外，还有一种丰富又温润的奶香味。今天亨瑞用的是熟成程度差不多4个月的切达起司，配上今天的三明治会比较适合。切达起司这里就切成片状，尽量切薄一点，吃起来会比较顺口。不要忘了上一集的小技巧，叠小黄瓜的时候，把小黄瓜排得整齐一些。一样在上一集的小黄瓜三明治的影片中可以找到。加入盐一点点，撒上白胡椒粉。今天亨瑞一样加1/3小匙，不要多。喜欢白胡椒味道的话，可以自己加多一点，毕竟是自己要吃的，吃得开心就可以了。最后盖上另一片吐司，因为今天亨瑞选购的吐司，它的吐司边比较薄，而且比较松软。今天的三明治亨瑞就不去边了，让这份三明治有多一种口感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吐司边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吐司边切掉，没关系。如果各位朋友买到皮比较硬的吐司，要不要把吐司边切掉就看各位了。一样，把吐司横切，这是三明治美味的关键。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三明治放在冰箱10分钟，三明治会吃起来更爽口。到这里，一份超级清爽又能超快速做好的亨瑞版进化小黄瓜三明治完成。咬下吐司的瞬间，先感受到的是全麦吐司的柔软，接着是麦皮和吐司边的层次感，小黄瓜和起司、白胡椒的辛香竟结合成一个看似普通但无法形容的美味。仔细品尝的话，甚至可以在小黄瓜的清爽中找到起司天然又丰富的奶香。没错，关键在于亨瑞并没有选购一般超市常见的再制起司，而是去专卖起司的店面去寻找美味又平价的货源。不要偷懒，把品质好的切达起司买回来试做这份三明治吧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帮亨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亨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